你家养的300个動物挨個介紹完了，再挨個餵一遍你就不看唄。得，這視頻我得拍3天。走，先餵袋鼠，豬糧1勺，重洗，沒找着。豚鼠半勺，土撥鼠。快吃快吃，3秒定律，一會兒埋汰了。最危險的一環來了啊！給鋼镚加水，抓住凶器，保證控制，上去喝。餵貓，少吃點啊，咪咪。不要涼，3倍魚油，抓點奧利奧的狗糧泡上，一會兒餵蟑螂。解凍魚食，做好的藍蛇糧也畫上。微波爐化速比較快。電鰻跟電年生病了不能餵，要不然剛才畫那點都不夠他倆吃牙縫。餵錦鯉，餵小王八，送禮。3夕不餵，天天拿出來吃前2天逃跑的蟑螂自助餐。喝完水又開始砸盆了啊！搶下來，晚上再餵水就方便了。腰子的生骨肉畫好了，加營養粉。啊，真香呀！我手上還有點，你舔了吧？哎，這麼嫌棄我嗎？藍蛇糧搞定，靠手。加料1根香蕉，來上點屁屁給你。分裝，一人一份。等藍蛇糧放涼的期間，咱們和點果泥。果泥罐見底了，我忘買新的了。就這點底單獨餵我喜歡的，別的先餓着。果泥買完了，1000多塊又沒了。這倆紙盒得換。餵藍蛇，餵完你的再餵你的，況且每一位顧客都照顧到啊。給你們看一下奧利奧，看這樣的口水沒？哎呀，奧利奧，藍蛇吃的東西他全能吃，你這給他饞的。魚肉畫好吃，還得給他們整每日水果蔬菜拼盤。養這麼多不同食性的動物所準備的食物種類真是多到離譜。魚食畫好了，先餵毛毛狗頭，一個蛤蟆一個蝦，樂意吃啥吃點啥哈。小魚也餵，順手餵虎紋蠑螈。哎，咋就慢半拍呢？餵這3個缸，雷龍今天餵科技飼料。牙魚和電年這倆玩意兒開燈不吃飯，直接扔他面前，關燈一會兒就沒。然後是我的脫坎水滸。又開始開了，真好啊！到家一周當我面吃東西，以前那個水滸2個來月都不吃食兒。餵海魚，咋樣？咱這扒蝦手法，走。我故意掐了個大塊噎住石斑的嘴，然後再餵別的呢。螳螂蝦，哎，怎麼不下去呢？買蝦線，原諒我的懶惰，我沒給你去蝦線，對不起啊。這隻藍環章魚好像要死，它已經半個來月沒吃過東西。哎，我靠，這蝦它吃了不能毒死吧？你剛才沒咬是吧？在小蝦缸裡洗洗手，掉下來的碎渣正好好給強加和寄居蟹吃。然後是小短銷，還剩一點兒給偽裝蟹。這毛毛骨頭最近就吃內臟，別的地方不吃，真有品位啊！哎，我就知道你都得沾身上，一口不帶吃的啊！家門口的小流浪貓也餵一下。這龍貓白天不怎麼吃食兒，10碗加滿糧扔了就行。給你點零食來。最後為你們期待又害怕的幾百條蛇，但是蛇捕食的這個鏡頭容易嚇壞小朋友，所以它就是西部林斑響尾蛇。有印象嗎？但是最近我發現浣熊多了一個可以利用的習慣。所有食物經過他手，只要旁邊有水啊，必須反覆清洗乾淨，然後再吃。終於讓我看着軟肋了啊！今天必須報你害我打了5針狂犬疫苗之仇。棉花糖遇水計劃，浣熊會發現這玩意兒洗着就沒了。我很期待它在水裡找棉花糖的着急呀！你這回不洗呀？我好像傻，有這技能我居然拿來補弄它。好好洗啊，別乾搓，拿那個肥皂抹一抹，然後放我的合家歡樂板上搓。這件洗完再給我洗4層襪子，最快速度完成啊！我搁你這太陽燈底下烤的，我感覺老的特別快。趕緊用碧歐泉藍鑽淡紋系列緊急補救一下，男生皮膚本來就容易長皺紋顯老，還得是上次就幫我和那袋鼠拉近年齡差的藍鑽淡紋精華，硬核緊緻，效果嘎嘎好，我的下頜線都清晰不少了。精華使用前搭配精華水一起使用，就像給那跑車裝了雙引擎，直接疊加抗老 buff。另外這個袋鼠我曾經也在生活中利用過，我把它的粑粑袋放到了我的仙草種植區當化肥，然後1周之後草全黃了。你先別碰我，我感覺你有毒。彪，你是怎麼給我衣服洗成這樣的？
浣熊洗的。媳妇儿啊，民政局这会儿特別忙，咱离婚不是給人家添麻煩嗎？我說。我家钢镚好像生病了，以前上樓梯和陽台都如履平地的他，現在平地上都會出現腿腳抽搐站不住的情況。平時總是無精打采的坐在地上，看到我會眼含着淚跳向我，總想跳出籠子看看，甚至攔都攔不住。有時候就像身上長虱子了一樣，瘋狂的挠身，身體經常發抖，不喝水，瘋狂的吃最愛的水果。我想他可能是想把握住最後的生命，去珍惜愛他的人和他愛的事物。我找了全市最好的宠物醫生，終於查明了原因。媽的，寵物飲水機漏電，操！我又翻車了。事情是這麼回事兒，我那天嘚嘚喝的走在了通往一寵地下室的路上，結果浣熊跑了。每次餵完浣熊都记得關門的我，深知它的出逃一定有蹊蹺，所以我打開了監控畫面，看到了。你挺熟練的你呀，自己偷摸練習多少回了？哇，鱼缸電線要折了，你等我抓到你的啊！不給你扔電飯缸裡頭突溜的你口吐白沫大小便，使劲我自己跳進去。哎，自己主動往電飯缸那跑了，那就別怪我。他這個造型是要咬人。嘿，我就不信那個邪。然後我就放下了手機，用雙手制服了他，成功的薅他脖领子，扔回箱子裡的結果。哎呦啊！老刘，你给我干的！哎呀，压的蟹黄面大呀！老高，蟹黄面把过年送爸妈的四川哀园果冻城撕开了。没事，咱先把橙子拿一邊，防止二次损失。我也重复。养狗真好啊！干活儿，有狗我还怕你呢？俺仨都扎过狂犬疫苗，不行我俩咬你一个，还敢咬我但分排水口。奥利你就那麼敢瞅他？咬他呀！嘿，你還不瞅了？趕緊痛快的上，這個咬，給他趕出來就行。前面太殘暴了，給後面的5個直接就瞅懵了。我看以後誰還敢咬我？那老話講了，咬人還得看豬狗呢。來，奧利奧，最後配合一波啊！我給他整出來。OK， 這邊我堵住，你先讓開，奧利奧，你先起開，讓他往那邊跑。快，奧利奧，跟緊，快，保你！哎呀，成了，前後夾擊。咱倆這配合絕了！你不咬我們可讓？從今天開始就記住一句話：見我如見狗。有那麼一種藍環章魚，讓人一看就會愛得死心塌地。前兩天漁場給我發了一隻新到的藍環章魚，這藍圈也太板正了。到家了啊，兄弟們！哎呀，這分布均勻的小藍圈，讓人看了就想撫摸它那光滑的肚頭。趕緊過溫過水，然後入缸。哎。跟電鰻混養的鯡魚咋駝背？電擊還有加速魚衰老的效果嗎？哎，算了，一會兒再管。先整藍環。你說這玩意兒怎麼就有毒呢？你就這小東西拿出來給它放手上，你咔咔你抓它的一下得多過癮！你再瞅我家這個都沒有藍圈，不知道以為藍紋奶酪出什麼八爪魚限定皮膚了呢？但是好看的東西也有它的缺點，它比我家那個整整貴了1倍。但是寵物這玩意兒換個色兒就換個價，太常見了。比如說普通的睫角手工，它就是比紅麗麗便宜好幾倍。比如說純紅的角灣。你要吃手機啊？它就是比綠的貴。一隻金色浣熊能換3隻普通浣熊，最過分的是這玩意兒，原色藍蛇石龍子3000，金色藍蛇石龍子3萬。所以說顏色決定了價值，甚至是地位，特別是金色。但是金色之上還有一個顏色中的至尊，那就是我擁有的尊貴的財富黑卡。1月22到2月8號上支付寶搜財富黑卡，有機會領財富黑卡特權，每月免費1杯星巴克，全年1200元的加油寶，還有 DFS 全球免稅店的大額滿減。趕緊往出撈啊！還行，沒被電死，不愧是生命力最強的魚啊！但跟電鰻肯定是沒法一塊混養了，實在沒辦法，我給它送到我朋友店裡。但是我總想給電鰻找個伴兒，生命力最強不行的話，游速最快呢？買了，伊梅道人是我目前為止見過燈科魚裡面游的最快的，以電鰻的速度是絕對不可能追得上它。但是往身上撞就不一定了，直接電死了。看來電鰻只能孤獨終老了。要麼我再買條清道夫扔裡試試呢？敢不敢去養科莫多龍？不就一個小小的科莫多龍嗎？養它！老公，咱們今天拍什麼呀？科莫多巨蜥。我先去看考拉了，有事給我打電話啊。你好，我來應聘養科莫多龍。成年呢？我以為小的呢。
我先科普一下啊，科莫多龙是世界上最大的蜥蜴，成年体长甚至接近3米。这玩意儿还拥有抗凝血作用的毒腺，被它咬过的猎物伤口都极难愈合。不过这么强大的生命体，却因为气候的变化而导致数量急剧下降，成为濒危物种。我看长隆的科莫多龙宫还在装修，春节来长隆，科莫多龙宫就落地展出了，爬粉们千万别错过啊！今天我都干啥呢？我们今天搞清洁换水。爬呀？不，是那边的中龙。啊，那中龙还行，就比它小呗，就。对，小很多。大龙不太好动，中龙会比较活泼一些。可是我刚才看它动了呀。那是不好动的状态。那好动啥样啊？它们会围着你，有时候会把爪子搭在你身上挠。这爪子挠一下。来，我们现在要进去里面清洁排泄物。那个我没干过这个活，然后就是您能不能给我示范一下子？行。科龙平时是吃腐肉的，所以它们吃的食物油脂会比较多，排泄出来，所以要清洗干净一些。啊，这个打扫的时候还得就是说拦着点它会咬拖布是吗？不，它喜歡這個顏色。哦，還挺有少女心的哈。就像這樣拖就行，進來拖了。我也忘了。啊。沒有，我看您拖挺乾淨的，領導，我就不進去獻醜了。那個還有啥別的活沒？換水，他把水泡髒了。給他拿起來，然後換嗎？對的。是這樣的，領導，就是說我吧，這個人我沒幹過這活啊，首先我不知道得用什麼水，完了那個裝多少，包括擺放位置等等這些東西，對這個龍的這個一生的影響挺大的。那個您給我示範一下。行。這大哥東北來的吧，這麼樂意泡澡嗎？領導，這活我來。拿着水管挺辛苦的吧？還行，沒事，這個老爺們嘛，多幹點活沒問題。這個完事之後還有啥別的活嗎？有啊，要觀察每一條的身體狀況，檢查他們有沒有受傷，有沒有打架，還要觀察每一隻的精神狀態。精神狀態怎麼觀察呀？就觸摸它，看看它有沒有跟平時一樣活躍。是這樣，領導，就是說我我近視眼那個1400度，然後我做過手術，你看看不出來。完了就是我個人的這個精神狀態吧，也不是非常好。我粉絲都說我就是說這個就這塊有點啥問題，您知道吧？就說那個到時候進去了給他們傳染不好，要麼就還是您給打個樣啊。行。那個是拉了嗎？那個？對，那是拉的。進去鏟一下。我呀？對啊。那啥，粉絲讓我看袋鼠，我先去瞅瞅袋鼠。我前幾天被浣熊咬傷的傷口已經愈合了。但是我的心還在滴血，我今天掐死你這個白眼狼！啊，不怪你，都怪那個水盆，要不是他能隨便被你揍翻，你能往出跑嗎？哥，直接給我焊死啊！在這根焊死的棍上固定飲水器，就永遠不用擔心此類事件發生。唉，養狗真好啊！好了，奧利奧，活幹完了，可以讓他下來了。順便把袋鼠的飲水器也換成這一種，之前漏電的飲水器我是不敢用，畢竟之前漏電漏大發了，我也不想養個捲毛的袋鼠。大哥，5分鐘前剛弄好的水盆，你給我扯下來了。奧利奧來，壓制它。我把這玩意兒我再緊巴調整一下。搞定，奧利奧回來吧。這倆人還戀戰。不對，我去，浣熊會背摔。當時我一瞬間就讀懂了奧利奧眼神當中的意思。他幹不過。等着啊，兄弟，我現在去給你搖幾個人去。看我從冒險島聯盟的意志再給你搖幾個夥伴。別急啊，我再給你召喚幾隻 SSR， 還可以等着我完成任務，給你整個浴蛙、寵物藍、泡泡反射魚，再用糖果、飲料、蛋糕等給他們升級。咱們現在一人最多可攜帶7手作戰，助力戰鬥體驗再度升級。我不信這還打不過，給我飆！幹吶！我讓你們幹浣熊，不讓你們自己幹吶！那點架我都沒拉明白，你們還幹啥？哎呀，算了，我親自上吧我整明白奧利奧為啥幹不過謝黃面了，他們是打一會兒，浣熊累了就上樹上躲着，然後閒着沒事拿手聊天，始終保持奧利奧的興奮度。洗好了，哎，下樹接着幹。走吧，大哥，就人家這戰術打8個點都不帶冒汗的。浣熊這玩意兒智商真尖，打完架還知道洗手。電池了，電池了！我叫王小怪，朋友釣了條大鯽魚要送給我吃，媳婦兒你給燉了唄。行嗎？你不敢殺魚嗎？不敢啊，你殺吧。我不敢上去走。奧利奧來，面前這條魚，給我弄死它！身為一個邊牧，你連魚都不敢殺，作為你的主人，我都替你感覺到丟臉。這沒點啥能殺魚的寵物嗎？哎，藍環章魚咬一口，指定能給它毒死。那咬完之後，我也不敢吃了呀。哎，
咋把電鰻給忘了呢？電池了，電池了！電鰻在捕獵的時候會促使體內數萬個電細胞中的鈉離子跟鉀離子產生數伏的電壓。這條魚我估計啊，半個小時就從生命變成生鮮了。戴上我的專業級電工手套，準備撈魚。還有這漁網都往電鰻缸裡杵幾10次了，上次就把我那普通膠皮手套給燙化了。總這麼撈魚，那都相當於鑄鐵了。估計這樣下去都得爆魂環了。就像我玩的靈魂序章，開局一定要選鐵匠唐三，打鐵就能爆魂環，錘爆100萬年魂環。输入專屬禮包碼 DL2024，還能開金蛋拿100万年魂環，真正的不干不氪，不用下載，点击即玩。完事儿，徹底變生鮮了。來吧，我的鯽魚豆腐湯，快到碗裡來。好悬又干化一個手套，搞定。媳婦兒啊，死透透的了。你一會兒拿去瓜林去内臟吧，冰箱裡看還有塊豆腐，不行一根。不会收拾魚啊，你來吧。啥時候養個能收拾魚寵物，啥時候再吃。兄弟們，我好像找着了一個連電鰻都電不動的生物。众所周知啊，電鰻的體內可以放出幾百伏的電壓，可謂是電鰻面前眾生平等。泥鰍這種生命力頑強的物種，電鰻甚至都不用碰到就能一擊 KO。就連牛蛙這種吃不進去的大型獵物，也會在碰到它的一瞬間被斩於馬下。哎，不一定吃，但就是電的玩意儿。甚至是人類這種統治了地球幾千年的世界霸主，也會在一瞬間被電暈。更嚴重的還會口吐白沫、大小便失禁，導致學習成績下降、暴瘦專業，真是不可謂不慘吶。媳婦儿，那牛蛙下回少放點辣啊！就這樣一個物種，偏偏讓我發現了免疫它的生物，就是小龙蝦。給你們試驗一下啊，看着，瞅着没？電了，但是沒用，甚至可以說是毫发无损。咱也不知道到底是它的殼不导電，還是它的內部構造不怕電，甚至電煩了還會夾電鰻嘴唇的玩意兒。要麼咋說小龍蝦是最泛滥的入侵物種呢？我之前一直想給電鰻找一個同居室友，之前混養的肺魚號稱魚類血量天花板，那都被電鰻給電養蛹了。這回倒是找到了，小龍蝦能跟它混養，可惜小龍蝦長得太醜了。哎，老板，那俩最大的多少钱？到手了。谁說小龍蝦没有好看的？天空魔蓝嘛，我怎麼把这玩意兒忘了？店裡最大的2個讓我薅回来了。去吧，我的第一個走路壯士，你們的蝦生由此改變。也可能是來了，跟我計劃的一模一樣。行了，這倆玩意兒算是擱這裡種下了啊。哎，對了，賣我蝦那老板跟我說，這蝦是1公1母。等我研究一下這玩意兒怎麼繁殖的啊。根據物種進化論，我很有可能培養出來一批天生絕緣的小龍蝦出来。我這個龍蝦電鰻混養組合，那同居的是非常之好。現在是電鰻不電蝦，蝦不夾電鰻，但是現在卻出現了一個打破平衡的第三者。Timmy 自打蝦進這個缸裡頭，哎，他天天就蹲這瞅。下來吧，姐，你聽句勸，你真跳電鰻缸裡了，死的肯定不是蝦。但說實話，這次混養其實導致電鰻出了點小問題。它雷達壞了，電鰻的視力極差，眼睛還沒有鼻孔大，所以它會在身體周圍形成一個電場，用來感知附近的環境和獵物。以前獨居的時候，除了它之外的任何波動全是獵物。現在那嘎達趴倆蝦，電不動，所以就習慣了周圍有生物的存在。結果現在有獵物進電場，反而不知道該不該電了。有好就有壞嘛，只要貓不跳進個缸裡，現在我就阿彌陀佛。貓呢？這小欠爪子要是沒了，上樓了，不行啊！Timmy之前就会自己開街角箱子，漂亮。過程很明確了，先開箱子，放出來一隻結角，然後把結角下到斷尾，貓跑了，結角藏起來了。瞅吧，找到了。現在给他们住拿已經不是重點了，現在重點是我的衣服再不洗要不了了。就用美的首款醫護級除真菌洗護套裝，這可是通過了中維安醫護級認證的，無孔內筒的設計能把髒東西隔離在外，防止衣物磨損。而且我這種終身與灰塵和動物毛作伴的人，就特別需要 COCO 元氣 2.0 自帶的小綠棒殺菌功能。畢竟貼身衣服最重要的就是乾淨。更友好的是烘乾機內配備了烘護元氣棒，裡邊植物萃取的天然芬多精成分能高效去味，程序還可以設置殺菌除螨。以後我算是徹底跟一身動物味和螨蟲困擾說再見了。拿出來了啊！手工斷尾雖然沒有生命危險，但是他那個尾巴蹭上髒東西了，我一會兒拿碘伏得給他擦一擦。這給孩子嚇的，欺負成啥樣？你等着，我現在去給你找場子去。Timmy，別以為你是我媳婦養的，你就可以為所欲為，為所欲為。嚴肅點，我不是在跟你玩。你等着，我動不了你，不代表別人動不了你。哥們兒來，喝點水，喝。怎麼樣？有沒有感同身受那隻當時被你欺負的街角的那種被強者羞辱的感覺？哥們兒來，吃他貓糧。你吃你的，不用瞅他，有我搁這兒。怎麼那麼完蛋呢你？哎，喝你口水你還跑人家裡尿尿，還跟我玩上南水北調了。出絕招。去吧，Timmy，你不一直想撈蝦嗎？魚缸蓋都給你打開了，我跟你媽出去溜達一圈，你隨便折騰，發生什麼事都不會有人發現的啊！就這玩意兒，我咬他一口，我都得死他前頭去。我收了4年的魚，今天終於讓我收到了，不賣關子了啊！火焰烏賊。
就这玩意儿有多难收？3年前我看着了一个鱼友手里有，我出了10倍的市场价，人都没卖给我。打那之后我就一直在收，结果我一个我都没遇到。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太难养，但是我养鱼技术那是全网公认的好。科普一下啊，火焰乌贼又称异针乌贼，属于花乌贼属，跟它的远亲蓝环章鱼一样，都属于剧毒的头足类动物。但与蓝环章鱼唾液中含有剧毒的特点不同的是，火焰乌贼是肌肉组织里面含有剧毒。简单来说就是它咬我一口我不一定死，但是我咬它一口我指定死了前头去。相信大家到现在也看出来了，火焰乌贼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个玩意儿比起游泳，它更喜欢用那2个小前爪在地下爬。所有的特点总结一下，这玩意儿简直就是我的梦中情贼。所以为了讓它活得更好，我要做第一步措施就是這缸裡有個螃蟹，我必須給它薅出來。魚剛到家的時候一般是不吃食的，那螃蟹作為原住民就可以利用這個時間段對魚發起偷襲。之前他就用這招弄死過一隻新來的藍環章魚，所以你給我出來！拿夾子還是不行。還得上點智慧型工具。我是杰瑞米·瓦特，生物學家兼極限釣魚。走，哎，走，哎，夾住，走，哎，上手吧。我感覺我跟螃蟹玩智商多少有點暴露我智商了。拔到，照臉錘來，照臉錘他。解氣。是誰說我家火焰烏賊活不過3期視頻的？說的真準，甚至連1期視頻都沒活過。完了，就他這個死因吧，我沒太整明白。就如果說墨汁是烏賊的口水呢，這是啥？大鼻涕啊！就雖然你有毒，但也不至於淌點大鼻涕給自己毒死了呀。這玩意兒是真不好養，怪不得誰手裡都沒有活的。而且我現在嚴重懷疑這大黑鼻涕有毒，這缸我得好好清一下子。我突然發現它的身體挺奇怪呀，就是我夾子輕輕劃過的地方，它的那個色素細胞像活過來一樣，它還會變色。確認了，全身色素細胞都還活着。哎，清缸。這點黑鼻涕不清，我都怕整缸魚團滅。我去拿個膠皮手套。我操！趕緊拿走。咬一口你沒了，知道不？你沒完了，我媳婦讓我也得沒。這擱我家當貓也算是高危行業了。屍體放冰箱吧，這玩意兒肌肉組織有毒，我都不敢埋。埋完我估計方圓10米之內不帶長草的。咦，這玩意兒肯定不是墨汁，它不溶於水。而且我以前也養過別的品種的烏賊，就沒聽說過它噴墨能給自己噴死的。這網和剛才那瓢我都得好好消個毒，要不然我估計以後撈啥死。洗潔精、洗衣液、碘伏消毒液、雙氧水、巴氏消毒液，再來90度醫用酒精，攪拌攪拌。就這陣容，我估計啥毒都能給消沒了。泡2下，到時候要是沒融化或者沒爆炸的話，我估計應該就還能用。今天給這一對在電飯缸裡的摩蘭蝦做個備飯，我已經買好了。現在的問題是怎麼給它放進去？咱戴上這個工業級的絕緣手套，用這個網把握碎下去就完全沒有問題。媳婦兒幫我看着點，電飯過來告訴我。好。老公，你怎麼了？你被電了！你別嚇我！開玩笑，鬧笑呢，有情趣不？我跟你說，有病吧你嚇我！你別給我吃燒烤去吧！哎好，你們說這麼瘦個小姑娘怎麼打起人來這麼疼呢？這蝦也不鑽呢。我跟你說，你倆要是再不鑽，那電鰻可就過來電你。哦，對，我忘了，你倆根本不怕電，不怕電也趕緊給我鑽，我一會兒還要去看蛇蛋呢。這窩反而成了泥鰍的避風港了。哎呦，我突然發現電鰻電泥鰍，泥鰍身上也冒泡啊。電鰻這電要是能給手機充電就好了。哎呀，電鰻充電都不算啥，拿左下角領的華為 Mate 60充，手機反充才叫牛。左下角點多少次了？華為連領取界面都沒看到，蘋果倒是拿了2台，一大一小。華為新福利加門檻了，不能只下載不註冊，實名註冊領取界面不就有了？誰註冊了都能領？只有看我視頻的能，但是別光點，要完成下載註冊。進神獸島解鎖鳳凰鯤鵬，裝備上極品紅裝，直升400級。我之前拿的蘋果15和華為 Mate 60發貨圖還在。再找我下個。另外，大家之前看着我家的臘八蛇蛋，不是都非常好奇後續嗎？也這樣了。而且我家蛇最近下的未收精卵，我都沒蛇的撇。果然蛇的品種不一樣，就連這個壞蛋孵壞了的品相它都不一樣。你像有這個畫眉蛇蛋，有這個抹茶蛇蛋，還有這個紫薯糖霜大福蛇蛋，以及這是個大棗乾啊，這是個。又釣你那絕上青花呢？要不然你真出去釣一釣啊？算了，你那技術也釣不着。是，我都老覺得比瓦特人了。行了，我這就釣條一模一樣的回來給你加餐。跟你商量個事兒啊。咋的了？你看這魚跟你那雷龍長得像不？像。你借我釣一下。不行，兄弟，這體型太好了。不行，咱倆釣回魚呢。也行。釣黑魚啊，就是用這個雷蛙模擬這個蛤蟆在水面上逃竄的感覺，然後這個時候黑魚就會從下面一個倒扣衝上來。具體手法呢，你就跟這抻不動了，不行，俺倆上魚塘裡釣呢。走啊，正好有坑，300倆點。
俩人600，我给讲到588，行不？你就先帮我拍，一会儿我上黑鱼之后，完了你再钓啊。翘嘴儿，回去把这个塘里最大的黑鱼给我钓过来。大黑！绝对是黑鱼，这个必須是黑魚，這個再不是黑魚那就你也回去。剛才有個小子從這游回去，你給我3顆大嘴巴子。這個大，這個好大。哎，好了。走吧，人都下班了，你一条鱼都没钓着。你钓着了吗？我钓了吗？我不一直给你拍视频来着吗？那也不能空俩抓子。老板，那个最大的黑鱼拿1条。行，看这大黑鱼行不行？我跟你讲，溜了半个多小时我才给他。822买的吧？你忘了我能看见你消费短信了？还有你这588花哪儿去了？附近单位200挣300，你这玩意儿不知道588是附近单位乱七八糟的。我不知道，反正我没钓鱼。哎，你在手上看。我叫王小怪，捕螳螂虾的老公，公螳螂虾终于到了，去吧，小伙子！为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金榜题名时，凤凰花烛夜。你是一点都不动啊你！想不明白问题出在哪的我，只能放弃了螳螂虾的繁殖计划。直到有一天，哎，蜕皮了。切入点，这不就来了吗？作为一名年轻时毕业于中药专业的正经毕业生，一个小小的手皮虾皮足以让我挖掘出螳螂虾不可对象的真相。患者齿部脉象微弱无力，似有似无，轻取不应，重按使得视为场脉，因无法观其舌苔，暂定为肾亏背阳虚。因患者与人类构造不同，故取黄芩、枸杞、锁阳、杜仲、桑葚、银阳或八戟片进行配伍药浴。你要是想喝的话，你张嘴喝2口也行。这段期间呢，多吃点有营养的东西最好，但是一定要禁止吃什么生冷、辛辣、刺激等食物，还有海鲜。别吃了，饿的吧？你的食譜除了海鮮也没剩啥了。就這樣調理了半個月之後，我又把螳螂蝦放在了一塊，結果，哎，有門！公蝦轉身了，看着沒？哎，他好像要那個後面的畫面就沒有辦法給大家播放了，我給大家口述一下。現在這情況就是公蝦在那嘎達，完了母蝦就是，他倆就，反正成了。哎，這湯我配的行啊，趕緊給不下崽的胡某也來一杯。哎呦，我這幾年中藥我是真沒白學。好鹽，正好2雙沒洗的襪子送你們。那只咬人的浣熊走了1個多月了，這種性格的它真的會有人善待嗎？與其過得不好，我想還是把它接回來吧。我靠，你這浣熊太生猛了，3隻母熊都懷孕了，我就放了2隻新母進去。孩子別接了，打擾他的幸福生活，這回來不得咬死我呀！於是乎，我就又買了個浣熊，這回從小奶到大，性格肯定能溫順。你可別讓它跑了吧。小崽子沒事。那也跑了，咱倆也抓不住他。這司機大哥之前運寵物的時候絕對跑出來過。來 ，Timmy， 這小玩意兒有沒有讓絕育的你找回那麼一丟丟母性的光輝？因為毛還沒有長齊的關係，它需要28度以上的恆溫飼養，所以暫時放在電飯缸的空調旁邊。魚缸蓋趕緊扣好，這要是掉裡了。另外，小動物剛到新家的時候，可以放一些主人的貼身衣物進去，讓它盡快的熟悉味道。正好2雙沒洗的襪子送你們。哥的這個治癒呀，這只養大了肯定不再咬我，是不是鋼棒？哎呀，自己奶大的就是粘人啊！另外，我給它的整個胸腔都做好鋪墊了，斷奶之後直接搬入豪華大單間，等它再大一點，直接進老浣熊的房子，我再給它找一老公。就連它斷奶之後的貓糧我都囤了這麼多。住手！這是哪位爪下的傑作呀？這是給浣熊準備的，你倆配吃嗎？啊，這款窩窩貓糧可是正經鮮肉糧，還是雞兔雙拼口味的，42%粗蛋白，不僅有雞肉通果糧，還有生骨肉、雞肉、蛋黃等真材實料的凍乾。這麼豐盛的糧，吃了不得嘎嘎長肉啊！1年的檢測更是多達900多項，這品控水準我吃都 OK。這麼好的糧，你們配吃嗎？配。Timmy 肯定配。來 ，Timmy 吃飯飯。你吃2口得了啊！浣熊報復心賊強，瞅我腳脖上這疤沒？你搶他口呢，等他長大指定找死。我這邊安頓好了，完了那個飼養還有啥需要注意的事兒，你都跟我說一下來。那個奶每天最少會4頓，吃完奶以後15分鐘一定記得得開奶嗝，否則會脹氣。另外最好是先吃完奶，否則為了容易拉肚子。不是，那這些步驟得持續多久啊？至少要1到2個月以後才能斷奶。我這不過生日嘛，完媳婦給我訂個冰激凌蛋糕，打開盒的一瞬間是這樣的，無非就是商家擺錯了嘛，小事兒。直到我看到了這個祝福語，
啊！媳妇儿，我采訪你一下，你当时你咋想的？你告诉我来。我明明写的老公生日快乐，我这都有证据的，你看。这商家不还得合计，这老两口肠胃挺好啊，老伴儿过生日给整冰淇淋蛋糕。来吧，老公主，吃蛋糕吧，我一会儿再把那其他人的蜡烛给你插上。全文真散开了，不得把我这地下室给团灭啊！事情是这么回事，前2天晚上，浣熊突然之间开始拉肚子，那个拉肚子画面啊就不给大家上了，那个太下饭了，我怕你们长胖。当时我也没在意啊，毕竟他状态这么好。但是我朋友说浣熊跟犬科是近亲，也就是说他是能得犬瘟和细小的，让我赶紧带去宠物医院检查一下。走吧，腹泻熊，得亏你来的时候装你这盒我没扔，空調溫度調到最高，別抖落着了。因為當時已經是半夜了，我常去那家寵物醫院關門了，於是我就找了家附近唯一一個24小時開門的寵物醫院。你這啥命啊？出生沒到100天都做上核酸了。取內協助嗎？不夠，那得再取點，你挺一挺。這會夠了。浣熊先放回車裡，吹暖風等結果。兄弟們，晚上真的千萬別一個人出來，真不怪別人說太危險了。這全是口罩啊！大姐，烤冷面多放點醬啊！然後當晚檢測結果顯示細小犬瘟階層陰性，但是犬瘟馬上到達臨界值，也就是說它可能感染了犬瘟，但還沒發病。我趕緊查了一下，發現犬瘟致死率高達80%。犬瘟真散開了，不得給我這幹團滅啊！那電鰻離它那麼近，水裡的好像沒事。那陸地上的，貓好像不得犬瘟。那袋鼠的體質，那狐獴還有土撥鼠，好像都離犬科有點遠。唯一是犬科的奧利奧現在在訓狗學校。那盒子傳開了，好像沒啥事哎。奧利奧在你那兒多放一陣兒吧，我這犬瘟了。不是我能得犬瘟呢我。完了，奧總的連夜給我送來了一個保溫箱。原來養啥的？你養的都變成嘎了。有沒有吉利點的箱子？給我換一個。吉利點的行，大那嘎的更狠那個。那算了。因為浣熊現在沒有明確確診犬瘟，所以需要觀察2天看看發展。奶裡面我也加了很多蒙托13等拉肚子藥。觀察幾天後，我帶他去我常去的那家寵物醫院做了 PCR 犬瘟試劑和抽血等全面檢查，最後結果顯示啥毛病都沒有，就是單純拉肚子。那他就是可能之前結果檢測錯了唄，或者是有病毒他自己給戰勝了，是吧？大夫說以上情況都有可能，並且給出了他拉肚子的又一個可能原因，我餵多了。不是，那評論裡頭怎麼那麼些人都說我這個浣熊養不活呢？那不純扯淡的嗎？我一寵物博主，我從小帶大的多少收入啊？就比如3年前那個真肖章魚，剛來的時候連做個章魚丸子都嫌料不夠，當時我給他的伙食可以說是頓頓大螃蟹，後來那乾脆鐵板魷魚那鐵板都煎不下，再後來就成魷魚絲半成品了嗎？但這畢竟是個意外啊，他是自己打開魚缸蓋從魚缸裡跑出來，結果找不着回去的路就乾死在地上。那別的我養的不也挺好的嗎？就比如我的很多鯊魚，剛來的時候那都是40-50厘米長的小不點兒，在我這兒一頓又一頓，好吃好喝供着，最後就那臭腰吧。那個海魚確實不好養。咱再說淡水的，淡水的這個電鰻剛來的時候體長1.3米，什麼牛啊泥鰍，好吃好喝，一直活到今天，體長現在1.17米。哥們兒，你當時來的時候穿內增高了？這個魚的生長速度畢竟受水體限制，那陸地上的我養的非常好啊。就比如狐獴和土撥鼠，剛來的時候瘦小枯乾，弱不禁風，栽在愣愣跟頭把式。經過我每天一把屎一把尿，含辛茹苦的餵養，現在肥的跟豬似的，蓋上章都能直接出欄了。還有我家的袋鼠鋼镚兒，剛來的時候那是又瘦又小，沒比浩仔要大多些，那不也是我一天4遍奶餵了幾個月？哎，對，就是浣熊現在用的這個奶瓶，同樣的奶粉，餵的次數都一樣。就這樣，我把這個弱不禁風的小奶袋鼠拉扯大了。今天的它可以說是氣宇軒昂，英雄多知道。我都後悔給它養這麼大了。你先別吃了，突然想起來浣熊這玩意兒長大也挺傷心，咱一頓少吃2口，慢慢長啊。不是，你老公養鯊魚和電鰻，你就養個這玩意兒？我想我什麼呀？家裡養了幾百隻寵物，受我影響，我老婆終於有了。老公給安。老公的含義就是在家裡到老了那天也要完成媳婦安排工作的人。根據籠子大小推斷，應該是養龍貓、刺蝟、荷蘭豬之類的東西。養什麼都不告訴我，自己出去接寵物，還讓我在家做苦力。不過也無所謂，反正我也要在家等一個老成員回家，他就是我家一手地下室的管理員奧利奧。訓犬學校終於學成歸來。我脫鞋。去吧，繼續幫我管理我的江山。哎呀，有他在我又可以過上那種人仗狗勢、高枕無憂的生活了。但是現在只有一個問題，果然他發現蟹黃面不在了。蟹黃面是唯一一個能跟奧利奧打成平手的存在，他倆的關係可以說是1敵1。後來因為咬我被我送走了。奧利奧，你聽我說啊，我知道以你的智商你能聽明白，蟹黃面之前咬了我，
我猜他是因为心情不好，所以带他去了游乐园。在我上厕所的时候，他正巧目睹了一群黑衣人在进行可疑交易。当时他只顾着偷看交易，没注意到另一个同伙正从后面靠近，旁边的人灌下了毒药。醒来之后发现，卡了大概是心的西马提大，因为心地之蛙一直没提到吃，所以他就是小碗面。你能信不？取回来了，想打开我看看来。等会儿啊，我这个死角拍。好嘞，亮个相吧。这位比你脚脖子还矮的物种，我没猜错的话，是叫吉娃娃吧？你拿一下来，别动啊！你脸咋那么长呢？不是大姐，你1.74米大个，你整个吉娃娃？你再看咱家电鳗、鯊魚、袋鼠、浣熊，哪个不是很长的？你整个这玩意儿干啥？我就喜欢我能駕驭得了的宠物。你養個金毛拉布拉多不一樣能駕馭嗎？我跟你講，養狗這東西就得養大狗，大狗這玩意兒，這小子千萬別養啊！他剛才這不奧利奧搁這兒酸呢來着，他那個不酸他不拉屎，完了過來個小狗，他就好奇往前一衝，完了就，有一把我給薅住了，我聰不聰明不知道，那是真有勁呢，這是沒損壞公物啊。因為這是我自己家的外牆。我收回剛才的話啊，養吉娃娃挺好。這玩意兒我估計給它拴根筷子上插地裡，它都不帶給那筷子撅動。這玩意兒能焊上嗎？就那個柯南風給AI變身都刷走了。我好像在這素材庫裡面植入了點不得了的東西。事情是這麼回事兒。這個 AI 有網友試過了，它能識別動物。這業務我熟啊，當時我就寄出了這張照片，填補一下它素材庫裡面袋鼠的空缺。真相永遠只有一個。那袋鼠變成小夫就算了，老撩屁股咋變成企鵝了呢？完了，當時我天真的認為沒有關係，因為 AI 是可以通過不斷收集素材來進化的。然後我又讓它識別了一遍，結果柯南風就是把一個套着狗皮毛褲、四肢不全的柯南給箍上去了。再次識別，狗沒了，繼續識別，都沒了。然後我就換了這張照片，有人的它肯定好識別嘛。真相永遠只有一個。這邊其實還好，只是把袋鼠識別成了一個長着人手抱着拳、表情怪異的貓而已。但是第二遍，只有一個。然後有我的，我就不敢再識別了。我再識別下去，我指不定變成啥了。最炸裂的來了啊！這張圖，我以為他頂大天能把浣熊識別成貓，結果第一張直接識別成兩頭小羊。識別第二遍，浣熊突然變成一頭異形。識別第三遍，真相永遠只有一個。他直接給狗腦袋吃了，就是我好像給他培養活了。就反正以後你們喜歡的主播發這種 AI 變身被啥玩意兒給吃了的話，別賴我，我這也算主動交代了。上，給我弄他！